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刘老三原本是土生土长的庄稼汉，有一次在上山挖野菜时，发现一个女子晕倒在大树下，走近一看，刘老三发现这女子貌美如花，应该是哪家的小姐。刘老三想着这里深山老林的，时不时有野兽出没，一个娇滴滴的姑娘家躺在这里很不安全，于是在试着唤醒姑娘，无果后就将这姑娘背回了家。下午时分，姑娘缓缓醒来，她看着陌生的环境有些害怕。这时刘老三推门走了进来，见姑娘醒了，就把她晕倒在山上，然后把她救回来的事说了一遍。床上的姑娘点点头，可否给我些吃食？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这姑娘说话声音软软糯糯的，听得刘老三心里一阵痒痒。她就是个庄稼汉，平日里哪里见过这么好看的小娘子。刘老三赶紧出门去了厨房，给那姑娘煮了一小碗粥，这也是他仅存的一点好粮食。那姑娘闻到香喷喷的小米粥，咽了咽口水，显然是真的饿极了，不过接过碗后还是小口小口的喝，显然这姑娘教养极好。看到这一幕，刘老三更加确定了这姑娘就是哪家的小姐。那姑娘吃饱后起身，冲着刘老三就是盈盈一拜，并且道出了自己的身世。这姑娘名叫张慧兰，她父亲是个员外，后来张慧兰的父亲为了攀关系，决定把张慧兰嫁给一个知县的儿子为妻。这知县的儿子整天花天酒地，斗鸡遛狗，与那些狐朋狗友出入青楼楚馆。知道这知县儿子秉性的张慧兰自然不愿意嫁，于是就向他父亲哭诉。可他父亲一心只为了他的事业，根本不关心张慧兰的意愿。张慧兰见求父亲没有用，就另想办法，他就去找了自己的母亲。张慧兰的母亲是个心疼女儿的，她知道女儿嫁过去就是进了火坑，所以就连夜让张慧兰出了城，并让车夫护送张慧兰去她远房表哥家里避避风头。可谁知路上遭遇了歹人，车夫在前面拖住歹人，让张慧兰逃了。后来张慧兰迷了路，就在山上晕倒了，然后被刘老三背回了家。因为张慧兰现在没有去处，就在刘老三家住了下来。刘老三也没有反对，家里天天有这么个大美女，看着也开心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张慧兰发现刘老三这个人老实本分，干活也兢兢业业，比那些富家公子品行好多了，于是就对刘老三有了爱意。而刘老三收留张慧兰也有想娶人家的想法，只是知道自己身份实在配不上张慧兰，所以就将自己的感情埋在心中。张慧兰这一主动，两人感情迅速升温，在1个月后就结为了夫妻。结婚后，张慧兰把逃出家时身上戴的首饰全部拿出来卖了，夫妻2人就有了些银子，两人就在城里做起了小买卖，生活倒也是越来越好。2年后，张慧兰就给刘老三生了一个女儿，取名为刘小月。夫妻2人也是齐心协力经营着他们的生意。就这样过了10来年，刘老三的生意也越做越大。他们在城里不仅买了大宅子，还有好几家自己的店铺，店铺都请了人打理。刘老三也就闲了下来，开始感觉无聊，整天无所事事。后来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，刘老三学会了赌博。起初他还不怎么在意，可后来他发现这种瞬间暴富的感觉让他很着迷，于是刘老三就彻底迷上了赌博，整天出入赌场。前面几天他还每天赢钱，这让他颇为得意，脸上总是红光满面。可又过了几天，刘老三就开始慢慢输钱，起初只是1点，他也并没有在意，想着只要赢一把大的就能全部赚回来。可慢慢的，刘老三输得越来越多，而他也逐渐陷入了疯狂，最终输红了眼。他把所有的店铺还有自己的宅子都输了出去，
而张慧兰得知刘老三赌博的这件事时，赌场的人已经过来收宅子了，这让张慧兰差点气晕过去。她看着白纸黑字，还有刘老三的签字画押，她也没有办法，只得收拾东西一家搬了出去。刘老三也知道自己做了错事，他们用身上仅剩的一点钱做了个客栈住下。慧兰，为夫知道错了，这一切都是那二狗子诱导我的，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。张慧兰已经对刘老三失望透顶，不过看着他在自己面前苦苦哀求的样子，又有些于心不忍。张慧兰看了看站在一旁不知所措的刘小月，最终她还是选择了原谅刘老三。哎，张慧兰叹了一声，房产银子没了也就没了吧，大不了我们再回原来的村子，就是过以前粗茶淡饭的生活而已，只要你知错了就行，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。就这样，刘老三带着张慧兰和自己的女儿回了自己以前的旧房子。可常言道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繁俭难。刘老三已经过惯了那种衣来张口、饭来伸手的日子，让他再回到这个小山村里种地，他实在有些接受不了。刚开始那几天，刘老三还能耐住性子去种地，可是他这些年身体已经发福，稍微用点力气，身上就会大汗淋漓。刘老三将锄头往地上一丢，坐在地头，开始怀念以前的生活。他想起以前走到哪里都有下人跟随，什么事只要吩咐一声就有下人去做，每天吃的也是山珍海味。越想刘老三心里越不平衡，然后他又想起了导致自己落得如今地步的原因，赌博。如果我能赌一把大的，然后把所有输掉的东西全部赢回来。越想刘老三越是兴奋，最后他竟激动得满面通红站了起来。可是我现在没有筹码，根本没有办法将自己输掉的全部赢回来。想到这里，刘老三又泄气地坐回了地上。他开始有些懊恼自己当初怎么把所有的家产都输了出去。正在他懊恼之时，张慧兰提着饭走了过来。原来张慧兰已经在家做好饭，特意给刘老三送了过来。刘老三抬头看着向自己款款走过来的妻子，心中有一个念头抑制不住地滋生了起来。张慧兰并未发现刘老三神色的变化，她只是放下饭，看着没有开垦多少的土地，叹了口气。张慧兰也知道一下子让刘老三接受以前的生活有些不易，所以她也没有催刘老三的打算，想着刘老三慢慢会变成以前的样子。刘老三看着篮子里的野菜粗粮饼，心中的那个想法更加抑制不住。等刘老三吃完饭，张慧兰便提着篮子回去了。而见自己妻子回家后，刘老三也起身朝着城里走去。晚上刘老三浑浑噩噩地回了村子，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城里回来的。不过当走到家门口的那一刻，他定了定神，扛上锄头，装出一副很累的样子，进了家门。这时刘小月从屋内走了出来，她脆生生地喊了一声爹，然后就上前接过刘老三的锄头放到一边。这时张慧兰也从房里走了出来，累了一天了，先吃饭吧。刘老三点点头，便跟着妻子一起进了屋吃晚饭。饭桌上刘老三几次欲言又止，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，有心事。张慧兰看出刘老三似乎有话要说，便主动开口询问。没什么，只是一下子还不适应现在的生活，等过2天就好了。刘老三随口敷衍，没事儿，不着急，这些年你也确实没有种过地了，一下子肯定不适应。我最近接了些给大户人家刺绣的活计，也能暂时补贴家用，所以你别太担心。张慧兰以为刘老三担心家里没有银钱，所以轻声安慰着说道。刘老三看着妻子，抿了抿嘴唇，只是默默地点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这一夜刘老三辗转反侧，直到天蒙蒙亮，他才迷迷糊糊地睡去。可还没睡多久，就听到院子里传来许多人说话的声音，其中还夹杂着孩子的哭声。
刘老三一个机灵从床上坐起，他听出这哭声是自己女儿刘小月的，于是刘老三赶紧出门查看情况，衣服都没有来得及穿。院子里只见几个中年大汉拉着张慧兰就要出门，刘小月想要上前阻止，却被壮汉一把推倒在地上。刚刚刘老三听到的哭声正是刘小月发出的。见到自己的相公出来，张慧兰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一把挣脱大汉钳制，抱着自己的女儿刘小月就躲在了刘老三身后。这里的动静也吸引来了周围的百姓围观，甚至有几个年轻汉子都抄起锄头站在一旁。张慧兰以前做生意的时候可没少帮助村里人，所以她在村里的人缘一直很好。村里人见她被欺负，也都纷纷过来帮忙。院子里几个壮汉见状也不怕，他们看着出来的刘老三只是冷笑一声：“刘老三，这都一晚上了，你还没和你妻子说这事？”刘老三顿时脸色就变了，他上前2步，准备把壮汉拉到墙角说话，可壮汉一把推开刘老三，完全没有说悄悄话的意思。“你就是张慧兰吧？”壮汉伸手指了指张慧兰，然后继续说道：“你男人刘老三把你输给了赌场，现在我们要把你卖到青楼去还账，跟我们走吧。”说着壮汉就要上前，准备去拉张慧兰。张慧兰退后几步，一脸的难以置信：“不可能，你们一定是搞错了，我相公的钱我们已经变卖家产还完了，哪里有用我抵债这一说？”壮汉见他不信也不争辩，不慌不忙地从怀中掏出一张纸递给张慧兰。张慧兰接过来一看，上面赫然写着：“我刘老三用自己的妻子张慧兰抵120两银子，签字刘老三。”张慧兰眼前一黑，差点晕倒过去。卖身契上还有官府的印章，所以断不可能是假冒的。张慧兰看着站在一旁的刘老三，跟声开口：“你不是答应过我不赌了吗？为什么你说话呀？”刘老三面对张慧兰的询问，只是站在一旁低着头，不敢看他。原来刘老三受不了以前的生活，所以他就又动起了歪心思。他想着再赌一把，把以前输的全都赢回来，然后就金盆洗手。可是他没有资金，于是就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张慧兰。因为自己的妻子长相端庄，所以他就将张慧兰给抵押了出去。赌场时赌酒输，结果自然是刘老三把张慧兰给输了，所以才有了这群壮汉上门带人的这一幕。慧兰，我只是想让你们母女俩过上好日子。结果，刘老三低着头小声地开口。说到此处，他还伸手给了自己2个耳光。这次张慧兰彻底对他失去了信任，因为上次家产输光的时候，刘老三也是这样说的。张慧兰看着一旁虎视眈眈的壮汉，她闭了闭眼，然后趁人不注意，竟一头撞在了门框上。张慧兰也算是大家女子，当年就是忍受不了未婚夫沾花惹草，所以才选择离家出走的。如今要把她卖进青楼那种地方，还不如直接杀了他，所以张慧兰选择了轻生。刘老三见张慧兰倒在了地上，急忙上前查看，可是张慧兰一心求死，这一下是用了全力，所以当场便没了性命。看着倒在怀里一动不动的妻子，刘老三似乎感觉到自己的灵魂被抽走了一般，他就呆呆地坐在那里。而一旁的壮汉也是傻了眼，说好用刘老三的妻子抵债的，可是如今他妻子都已经死了，还怎么抵债？几个大汉相互望了一眼，最终他们将目光定在了刘老三的女儿刘小月身上。刘小月虽然年龄尚小，但她完全继承了母亲的容貌，小小年纪就已经出落得非常俊俏，长大以后也定是一个美人。最终几个壮汉强行把刘小月给带走了。刘老三试图想要阻止，却被壮汉直接打断了一条腿。而围观的百姓看到这一幕，也是一脸的叹息。负债子还在那个年代是天经地义的。刘老三欠了账，
他们抓走了刘小月，在他们看来是合法的。最终，刘小月在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中，被壮汉们带进了青楼。青楼老鸨看到刘小月，眼睛就亮了，他已经好久没有见过这么标致的姑娘了。就这样，刘小月在青楼被要求学习琴棋书画以及讨好男人的手段。刘小月想要反抗，但只要她不听话，老鸨就不给她饭吃。久而久之，刘小月也只能乖乖学习。若干年后，怡红楼的花魁刘月姑娘看着街边的乞丐，对身后的小丫鬟吩咐道：“去给那个瘸腿的乞丐一口饭吃，你去雇个人在远处盯着，别让他饿死了。”小丫鬟领命而去。此时房间里就只剩下刘月姑娘一人。他就是你爹吧？你还放不下他？房间里突然传出另一个女子的说话声，十分的诡异。爹，我好想你呀。刘月看着街边的乞丐冷笑开口，如果不是他，我娘亲怎么会死？如果不是他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如今他沦为乞丐，都是他自找的，我怎么能让他轻易的死去？这些都是他该受的苦，他要为我娘赎罪，否则九泉之下，他无法面对我的娘亲。原来这刘月就是当年的刘小月，而这说话的人名叫银玉娘。银玉娘也是个苦命人，她也是被自己的父亲卖到了青楼，最终因不肯受辱上吊自尽了。可是银玉娘魂魄怨气太重，无法投胎，便留在了青楼。后来银玉娘得知刘小月的身世后，便决定帮助她。银玉娘施了法术，老鸨只让刘小月卖艺不卖身，但相对的，刘小月也不能出这个青楼。虽然保住了贞洁，却也如同笼中的金丝雀一般，只能选择在这烟柳之地慢慢老去。而刘老三被打断腿后，就彻底的失去了劳动力，于是他就只能靠着乞讨为生。乡亲们得知他做的一切后，也将他赶出了村子，并且族长在族谱上给他除了名，警示后人。刘老三受尽了人间的白眼，他想死，可又没有勇气。人世间也多了一具只会吃饭的行尸走肉，受尽了人间的疾苦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